好，各位同学，大家好。我们这部影片是材料力学的解题系列哦。那今天我们要看的题目是109年的土木工程普考考题。那这份考卷我是觉得蛮简单的，所以我们就快速把它带过，然后来解决今天这份考卷哦。好，我们直接看到第一题。第一题他说，两个平行的 A 珠还有 BC 的杆件是250毫米。然后都以铅锤面夹30度角，然后水平杆件 AB 的长度为500毫米，中点悬挂一个135牛顿的物体哈。然后我们不计杆件的重量，且端点均为角接，求平衡时所需的水平拉力为何？好，那题目特别说就是不计杆件重量，就代表说我们不需要考虑杆件的弯距哈。也就是说，这个题目如果在不考虑杆件的重量的情况之下， A 珠杆件跟 BC 杆件是一个二力杆。好，那不知道什么是二力杆的同学要回去复习一下哈。那当然 AB 杆件因为它的中点悬挂一个135牛顿的物体，所以 AB 杆件就不是一个二力杆哈。AB 杆件就要以一个量的角度来去看它。好，那我们画个图哈。好，这个长度我就不标单位了哈，我就把它圈起来当做一个长度。然后它的斜杆长也是250。好，那这一题很简单，我们就是做一个力平衡，它要求的是水平拉力嘛。那现在我们就假设，当它要求水平拉力是多少的情况之下，才会让这边角度忘了写才会让这边的角度跟各是30度。那现在我们就做力平衡啊。既然我们不知道这两个杆件的受力，那我们就把这两个杆件设，对不起，画错了。我习惯把未知的力量都设拉力所以这个当做 N1，然后这个杆件当做 N2 那之所以说这边虽然是一个角接序，正常来说应该会有一个水平力量跟一个垂直分量，应该说水平力跟一个垂直力，但是因为它现在是一个二力杆，好，这是二力杆，不考虑杆件的重量，并且杆件跟杆件两端点间没有任何的外加载重，所以现在我们可以很清楚知道说，它是一个二力杆，所以它的力量会沿着它的杆件平行。好，那所以不知道二力杆的同学去翻一下结构学里面的行架的概念前面会跟各位讲什么是二力杆好，那现在我们设了 N1、N2 之后，其实我们就可以对整个构件去做一个平衡了。那我们就做一个水平力跟垂直力平衡，因为我们的方程式有哪些？力平衡的三大方程式就是 sigma fx 等于0，然后呢 sigma fy 等于0，还有一个是 sigma m 对任意点也是0。好，那我们先做 x 嘛。既然这个是 N1， 这个是 N2， 然后都是朝向杆件平行的情况之下，那 N1 跟 N2 的水平分量是多少？就是向右的sin 30度嘛。好，所以我们这样写，向右的力量有哪些 ？N1 加上 N2 乘上 cos 30才是水平的，所以 N1 加 N2 乘上 sin 30度。那会等于多少？会等于向左的力量 T， 向右等于向左嘛。好，现在我们看垂直力平衡，往上的力有哪些？一样是 N1 加 N2， 然后是什么 ？cos 的30度。好，等于多少？等于向下的力量135牛顿。好，最后就是我们的弯曲平衡。那弯曲平衡我们要找哪个点呢？我们就找最多力量通过的点。那我会找这个点
好，这个点找到这个点有什么好处？P 力就消掉了，所以 P 力就不会对它产生任何的弯矩。N1 这个力对这个点也没有任何的弯矩，因为它们是平行，会通过这个点。所以唯一会对这个红点有产生弯矩的，就只有这个135牛顿会产生一个顺时钟，还有这个 N2 会产生一个什么逆时钟。好，那我们聪明一点，我们 N2 如果就在这是什么 C， 如果我们 N2 在 C 点这边去分解成水平跟垂直的话，那水平力跟垂直力都各自有一个力臂对这个红点，所以我们聪明一点，我们把这个 N2， 我用另外一个颜色哈，把这个 N2 呢就平移到这边，好，所以 N2 平移到这里，一样，这个 N2 平移到这边之后，会有一个水平的分量是 N2 的，这里是60度，好，这是30嘛，所以就是60，所以就是 N2 的 cosine 60度。好，很明显的，这个 N2 cosine 60度对这个红点就没有力臂了，所以现在唯一有力臂的，当你把 N2 平移到这边之后，唯一对这个红点有力臂的就只有这个135度啊，135牛顿跟这个什么，我应该用虚线好了。跟这个 N2 sin 30度，不是 sin， 靠 cosine， 而且是60度我一直吃螺丝这个是 N2 sin 60度sin 60度，不好意思。好，所以现在我们的对红色点的顺时钟力矩有135乘上250。顺时钟135乘上250会等于逆时钟，逆时钟是谁？就只有这个 N2 sin 60乘上多少？500。好，我这边500写成250乘以2哈。好，那我这边再简单附注一下，这个是什么？顺时针，这是逆时针好，像这题很简单，我只是想把它做的比较详细给各位来一步一步的来把它解开。那这样子我们就可以1元1次嘛，知道 N2 是多少。好，我没有背我看一下我算的。这边 N2 算出来是77.94牛顿。好，那77.94牛顿，我们把它带入这边好了。那我拿个计算机好，我们把这个 N2 带到这边，我们就可以很清楚的知道什么？好，知道什么？知道 N1 就等于 N2。好，把这个数字带进去，那解1元1次 N1 就是等于 N2 等于这个数字。好，那所以我们把77.94带进去再带进去，好，所以再带进去，我们就得到 P 了嘛。所以 N1 加 N2 等于多少？就77.94乘以2。sin 30多少？1/2。所以 P 就是多少？好，做一个运算很简单，消消。所以 P 就是77.94这就是我们答案。好，所以现在我们的 P 就解出来了，看一下好，那这个就是我们第一题的答案，非常简单这个如果不会的话，就一定考不上。好，这你的补考就一定会考不上。好，我们看到第二题。第二题画简定弯矩图也是一个送分题所以这一题还是那句话，你如果不会写的话，你就一定考不上，你就一定考不上。
好，第二题他说一个长度为2L 的梁 A 点铰接 B 点滚接承受三角形的分布力作用，然后画出简历弯矩图，并标示出最大最小及其位置。好，那这一题我就先画个图。好，那题目说最高点是多少 ？W 0，那我不要写那个0哈，很麻烦，我就 W 就好了。然后它的长度都是2/L， 4段，所以它总长是2L。那因为这是一个对称结构嘛，它的分布力是向下的，所以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知道说 A 点跟 B 点的反力都是向上，并且一定是一样，所以我们就不要再去做那些初学者在做的什么 x 平衡、y 平衡，然后弯矩平衡，然后求这两个力，不要那么麻烦，直接往上。它们两个都是往上多少？往下有多少 ？W 乘上总长2L 再除以2，所以往下的总力是 WL， 所以往上就是2/WL， 这也是2/WL。好，因为等一下画简历弯矩图，所以我就先在这个断点做什么事情？我求一下，这是 A 点嘛？ A 点左边这个小三角形的面积，以及 A 点右边这个梯形的面积是多少？等一下画简历图才会比较轻松哈。好，所以按照三角形比例嘛，1:1，然后这个地方要比这个 W， 所以这个地方是什么？2/W。好，所以这个小三角形面积是2/W 乘上2/L 再除以2，所以往下总共是8/WL。好，那这个梯形呢？好，这个梯形。这个跟这个上底加下底是2/3W 乘上高是多少？2/L 再除以2，所以梯形的总力是往下的8/3L， 8/3WL。好，因为是一个对称结构嘛，所以这边的梯形也是8/3WL， 这边的小三角形也是8/WL， 都是向下。好，那有了这些资讯之后，我们就可以来画它的简历图哦，我画在这边，这是我们的简历图，啊，这是 W 图。好，那稍等一下哦，画简历图之前呢，我们先要再复习一下小观念哈。我们从左往右看，然后不是假装啦，我们就是把它当做是在第一象限的情境之下去看它啊。所以我们的什么简历图的微分是什么？正的分布力或是正的均布力。在第一象限的情况之下，第一象限，然后再来呢，弯矩图应该说弯矩的微分是什么？正的简历。好，所以简历图的微分是正的分布力或均布力的话，那简历的变化是什么？就是 W 图的什么面积？那举一反三。我们的弯矩变化就是我们的 V 图面积。好，那我们现在就直接来画 V 图了。往下。好，一个 V 图，一个 M 图。好，那 V 图我们从哪边开始？从这边开始嘛。那这个点是什么？什么都没有的一个，因为左边就是端点嘛，空气，所以简历一定是从0开始出发，0。好，那再来呢？从这个端点一直到角之层这个距离之内下降多少？下降了8/WL， 所以从0一路下降到这边，这点是8/L。8/WL， 负的。好，那我问各位，请问它是怎么下降的？它是怎么下降？我们知道说简历图的斜率是正的 W 嘛，所以从这里到这边的斜率是怎样？看这边到这个 A 点嘛，那它的
W 值是怎么变化？从0变到2分之 W， 但是因为它是向下的分布力，向下在第一象限是负，所以代表说 W 的值是从0到负的2分之 W， 0到负的2分之 W， 也就是说剪力图的斜率是从0到负2分之 W， 所以代表说它剪力会怎样？剪力图是越来越斜，然后是斜率越来越大，好，越来越斜，斜率越来越大，然后它斜率又是一个负的，斜率是负的，所以我们从0出发，一直这样子。好，所以这个地方是什么？斜率，我起来，我用框框把它框起来，斜率是0，然后这边的斜率是多少？负的2分之 W。好，所以我们从0走到了角支层，然后它的值是负的8分之 WL， 然后呢，到了角支层之后，直接往上顶2分之 WL， 所以负的1/8再加上2分之一，所以它会往上顶，直接顶到多少？顶到这个8分之3 WL 的地方。好，那因为这个点它还这个地方虽然从负1/8到8分之3，但它还是属于什么角支层的地方，所以它的斜率一样不会变，斜率还是2分之 W， 斜率还是跟这边一样哦。这个斜率还是2分之负 W， 好，2分之负 W。然后呢，从8分之3 WL 到终点下降多少？从这边到这边下降了8分之3，所以8分之3扣8分之3，我们到了终点的地方，剪力图回归变成0。好，那请问我们要怎么去下降呢？怎么去下降？斜率从负的2分之 W 到负 W 嘛，因为我们再说一次，剪力图的斜率就是我们的分布力，所以分布力的值是2分之 W 到 W。那再说一次，第一象限往下是负号，所以斜率是负的2分之 W 到负的 W， 现在越来越斜哦。好，所以画的有点不好了，就是这个斜率，好，这样的斜率跟这边是平行的，这两个斜率都是负的2分之 W， 负的2分之 W。到了终点呢，斜率是什么？负的 W。好，因为这是一个对称结构。对称结构它有个特性是什么？它的特性就是它的剪力图是反对称的，所以剪力图是反对称，我们怎么画？就这样子哈。然后大概是这种感觉。好，所以这个值是多少？负的8分之 WL 加一个负号嘛，因为是正的嘛，所以是8分之 WL。那这个值是多少？8分之3加一个负号，所以是负的8分之3 WL。好，那我们举一反三哈，那这个斜率是多少？这个斜率是不是跟这个斜率会是一样的？好，那么斜率都一样，那斜率就是2分之 W， 因为这是负2分之 W 嘛，所以这边是2分之 W。那这边的斜率是多少？毋庸置疑嘛，都在同一点嘛，所以这个点的左边一点点是负 W， 这边的右边一点点是什么？也是负 W。然后开始哈，斜率是负的，斜率是负的，斜率是负的。好，它是值加一个负号，但是斜率没有哈，斜率都一样，跟左边都一样是负2分之 W。好，那剪力图我就是把它讲的很详细，所以听起来会好像很杂。我们弯曲图就不会讲那么细了，弯曲图就直接来画。那弯曲图也是一样，我用红色的笔哈，才不会搞混。一样，端点是空气，所以从0开始，从0开始。那下降多少？它到了这边是下降多少？我们就看啊，从0到这个角支层，那它总共造成多少弯距？我们就来算一下哈。往下的力量是8分之 WL， 这个小三角形啊，这个小三角形。好，往下的力量8分之 WL， 那它的重点是在三角形的行星位置，所以是这个2分之 L 的1/3倍嘛，所以是我写在这边哈，所以是往下的8分之 WL 乘上2分之 L 的几倍的1/3倍，
也就是力量乘上力臂嘛，所以是1/8乘1/2乘1/3， 48分之 W 的平方。好，所以它是总共怎样？从0到这边，它的面积是48分之 W 平方，但是因为它是往下走，它的分布力是向下，所以它是造成的弯矩是怎样？这样子，画的实在是不太好。好，所以这个值是什么？负的48分之 W 的平方。好，那现在我们再来看哈，好，为什么我把这个曲线是画的凹向下？因为什么？因为我们知道简力图的斜率就是我们的简力值，那这个简力值是多少？简力值是不是都是负的？简力值都是负的哦，你看都在这个轴的下方嘛，所以简力值都是负的。简力的值都是负的，代表说它的弯矩的斜率也都要是负的，而且负的怎样？负的越来越大，简力值越来越负的越来越大嘛，所以弯矩的什么斜率也是一开始是0，然后呢，再负的越来越大，负的越来越大，负的越来越大，负的越来越大。好，那我们有了这个参考点之后，我们现在来找终点的弯矩是多少？那终点的弯矩我们很简单，我们就用这个什么大的三角形，然后它的力量是多少？往下，总共是8分之 WL 跟8分之3WL，所以总共是2分之 WL 向下。好，总共是，我看一下我写在哪边，把它拉出来好。好，所以这个大三角形的总力是2分之 WL 向下。然后呢，对终点的力臂是多少？是不是这个 L 乘上1/3？所以是 L 乘上1/3，所以是还没完哦。好，这是什么？逆时针的弯矩，所以是一个负弯矩，我们加一个负号。然后呢，对这个终点还有谁有弯矩？这个A 点的反力2分之 WL 乘上2分之 L， 所以再加上2分之 WL 乘上2分之 L。好，所以负的1/6再加上1/4，我们就用心算就直接知道是12分之 WL 平方。好，所以我们知道终点的弯矩是什么？这是负的48嘛，所以12大概在4倍的地方，这边，所以是12分之 WL 平方。好，那现在有个问题啦，请问这个1/12跟这个负的48%，它是要走这种凹向上的，还是走这种凹向下的？好，一样啊，灵魂拷问，我们就来看弯矩图的斜率是简力图的值嘛？那这个简力图的值是怎么样？它的值是从大的到小的，然后它的值都是正的，所以就代表说它是一个，好这样讲啊，简力图的值都是正的，然后值从大变小，也就代表弯矩图的斜率也要是正的，然后呢是从正的比较多变成正的比较小，所以正斜率是怎样？好，这两个都是正斜率，但是要从比较多到比较少是什么意思？比较斜到比较不斜，所以我们要走的是这条线哦。那这条线虽然也是正的斜率，但是它的值是怎样？从比较小的变到比较大的，也就是从平缓慢慢变得比较斜比较斜。但是我们要的是什么？值是要从大变到小，所以代表我们斜率要从大的斜率比较斜变到比较不斜。好，我相信我讲的已经算很清楚了，只是我的整个版面会比较乱一点哈，要去体会一下这件事情。弯矩图的斜率是简力值，简力图的斜率是分布或均布的载重值。好，那我们刚刚知道对称结构的
简易图是一个反对称结构，是一个反对称的。好，对称结构的简易图是反对称的，那对称结构的弯矩图就是什么？对称的。所以既然对称，我们就对称的画一下它。好，那这个值是多少？跟这个一样嘛，负48/1。好，那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第2题。好，所以如果你不知道这个性质，你就没有办法做出正确的曲线，因为你看从这个点到这个点，它可以是凹向下，也可以是凹向上，但是你要会选。同样这个也是啊，从这个点到这个点，你也可以凹向上、凹向下，等于说你要用你的力学的知识还有数学的观念去判断它到底要怎么走这个曲线。好，第2题我们就讲到这边，如果有问题一样在留言区问哦。那我们看一下第3题跟第4题。好，我不知道为什么第3题会如此的简单哈，因为它是就整张考卷最基础的问题嘛。好，这边有个霹雳，我们先不要管题目说什么，我们先来做求那个什么支撑反力。那这是6米，这是5米。好，那就很简单了，对这个点取力矩嘛，所以 P 乘上6是逆时针6P， 要等于某个东西乘上5嘛。那这个想必这个一定要是让它怎样顺时针，因为逆时针才会等于顺时针嘛。好，那所以这个是怎样？一定是向下的多少？6除以5是1.2，所以是1.2P。好，那1.2P 的话，我们来看看，那这边就是什么？1.2P 向上。好，然后我们再看，再做力平衡嘛，我们都用行架的概念就可以知道，这都是那个什么角接哈。那用行架的概念就知道说，这个杆接一定是负 P， 因为这边压过来，这边也要压回去嘛。那这边杆接是多少？一定是个零力杆。好，这个是没有任何的力量的杆接。那透过这根杆，我们就可以知道这根杆的力量是多少了。那我们来做一下力平衡，我把这个看一下，它的点是 B 点，我把 B 点拿出来。好，然后这边是 P， 因为这是负 P 吧，代表是受压嘛，这个感觉受压，所以 P 是这样推，这个是 B 点嘛。那现在我们来求这个杆件的力量。这根杆件我们设它是 N 好了，也就是说，好，那这个角度是多少？这是5比上6，所以代表说这个斜边是斜边的比例啦，5的平方加6的平方是36加25，61，开根号。好，那这样我们就知道了。我们现在要做这个 B 节点的力平衡，那我们就用 x 的平衡 sigma f(x) 等于0。那有哪些力呢？向右的有谁 ？n 乘上根号61/5嘛，这是向右的。那向左是谁？就一个 p 而已。所以我就很清楚可以知道说 n 是多少，等于根号61P 除上5，就这样子。好，那题目要问说，伸长量不得大于0.8毫米，求最大的劈力。哦，那这样子我们就根本不需要什么。好，刚刚我虽然做了这个1.2P 的反力，但其实我们根本就不需要。为什么？因为这一题我说过太简单了，在这个节点我们就可以马上知道这是负 P， 这是0。所以其实这个0也不需要知道为什么，因为也用不到啊，所以不需要用。那透过这个负 P，再由 B 节点的节点平衡，我们就可以知道
这根杆件是一个什么？5分之根号61 P 嘛，所以它是受什么？受拉力大小是多少？5分之根号61 P。然后他又说这根杆件的伸长量 B 珠杆的伸长量不得超过0.8毫米，那不就是我们的求变形的那个题目吗？好，我们知道什么？我们知道变形量公式是，我用 F 来代表力量好了，才不会跟这里的 Pn 有冲突哈。所以是 F 什么 ？FL 除以 AE 是我们的变形量嘛。好，那这样就很简单啦。变形量它怎样？它最大是0.8，不得超过0.8。所以0.8是最大，要大于等于什么？大于等于我们的变形量嘛。等于说我们的变形量求出来要小于等于0.8嘛。好，那 F 是多少？就是我们这边的力量，5分之根号61 P 啊。所以是5分之根号61 P 乘上 L 是多少？它的长度是5米、6米，所以这个是多少？根号61米嘛。好，那所以它的 L 就是多少？根号61，注意哦，我说过这边是咪咪，所以右边也要因次协和咪咪，所以要乘以多少？100啊，1000啊，1000，因为米跟咪咪是差1000倍嘛，所以这个是我们的 L， 这是我们的力量。好，除以什么？除以 A， 面积是多少？1920咪咪平方哈，它已经帮我们换好咪咪平方了，所以1920照写。然后 E 呢？E 是200 G 帕。好，这边补充一下哈，200 G 帕是怎样？好，我们 G 是什么？10的9次方嘛。那我们要换成 M 是几次方？10的3次方。所以200 G 帕是等于什么？200,000的兆帕。所以200,000。好，对不起，这边怎么会写一个 B？ 这个是 FL 除以 AE 啦，好，太快了。好，那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们就可以求出1元1次嘛。所以 P 小于等于是多少？25180.33牛顿哦，25180.33牛顿。好，所以从刚刚到现在，我们都用的是什么单位？我们都用的是，用什么颜色好了？用的是兆帕的单位哦。那兆帕是由什么组成？由牛顿跟咪咪组成。所以我们这里面所有的运算都会以咪咪、牛顿跟兆帕为运算基准，所以我这边才会变兆帕，我这边才会用61根号米变成61根号乘以1000咪咪，所以代表说，当我们的单位都用牛顿、咪咪跟兆帕的时候，最后算出来的 P 一定是什么？一定是什么？一定是牛顿，所以这边算出来的是牛顿。好，那这一题就很简单。那再跟各位再补充一下哈，这一题很特别，它这边很单纯，这边也很单纯，所以根本就不需要知道这是灵感，也不需要知道它的反力是多少，也不需要知道它的反力是多少。好，那当然再讲详细一点，这个的垂直反力求出来，那这个水平反力是多少？好，这边左边 P 嘛，所以这边一定是右边 P。好，但是再说一次，好，用不到，用不到。好，我们现在来看最后一题哦。好，最后一题，你一定会在各大的解答或是补习班的详解里面，或是老师在教你的时候，一定是用什么来教你？我想大部分都是用能量法来教你。能量法是什么？就是卡氏第二定律。好，那我好，刚刚说过我用什么？他要算我现在先看他要算什么。他说 C 点承受一个 P 力，
然后呢，求 C 点的水平位移跟我们 B 点的转角。那一般的情况之下，我说80%，80%你会看到要求转角啊，所以我们在这边加一个，好，这边有一个顺时针的，应该是单位弯距好了，假设是加一个 m 好了。然后呢，求 C 点的水平位移，所以我在这边也设一个虚力，但因为这边虚力就直接用 P 来表示了，所以就直接用 P， 或者设一个 m， 就设一个 P， 好去解，然后去积分，然后再微分。但是不用这样子，为什么？我说过，在材料力学里面，杀鸡不用用到牛刀，所以我们不需要用能量法去解这么简单的题目，我们直接用什么？要求挠度，要求转角，就用弯距面积法。没有说这个法比较好，只是说我觉得比较快，也比较习惯啊。你真的要用到卡斯丁尼，或是用到单位力法，或是用到什么其他奇奇怪怪的方法去解都可以。只是在材料力学里面，我们就用弯距面积法，最方便也最好用。那现在我们就来看看，好，弯距面积法，再简单复习一下哈，是怎样？假如说有一个1号点跟一个2号点的话，那我们 sigma 2会等于 sigma 1，再加上1跟2号两点之间的叫什么 m 除以 ei 面积。然后呢，2号点的挠度会等于1号点的挠度再加上2号点的距离，我们设定它为 l， 距离乘上1号点的转角，再加上1到2间的 m 除以 ei 面积对2号点取一次句号。好，那现在我们就直接来做导吧。这个题很简单哈。首先，它要求 B 点的转角 C 打 B 跟 YC。好，那我们又知道 C 打 B 未知吧 ，YC 也是未知，题目要我们求。好，废话。那我们现在来看看还有什么其他边界条件哈。YB 怎样？等于0吗？它不能上下动嘛，对不对？所以这是指上下的部分哈。那这个是什么 ？YA 等于0吗？也是上下部分。当然它左右不能动，A 点左右不能动，这不影响我们的题目啊。好，那现在我们就来写吧。所以我们的 C 打 B 会等于什么？等于 C 打 A 再加上，好，再加上什么？两点之间的 m 除以 ei 图面积。好，我们现在来画它的 m 图啊。这一题的 m 图，我看看怎么画。我们用黄色的，它的 m 就是这样子。好 ，P 乘上 h 除多少？除 ei， 因为我们画 m 除以 ei 图。好，所以这样子。然后依照力平衡，我们知道这个点的反力是向下的，然后是怎样？是 P 乘上 h 除 l， 所以是 ph 除上 l。那也就是说，从这个点到这个点，它的弯距图怎么画？往下，然后呢，从0开始，也就是一个交接点。那这个点是多少？这个一定是 pH 除以 ei， 因为它们在这个点要力矩要能够平衡，所以这个点一定是 pH 除以 ei。好，那当然如果你没有看出来的话，没关系啊，从这边也是 pH 除上 l 再乘上 l 啊，所以是 pH 啊一样除以 ei， 因为我们画的是 m 除以 ei 图。好，这是两个三角形。好了，现在我们看的是什么？我们看的是 AB 段，所以暂时不看 BC， 我们看的是 AB 段。C 打 B 等于 C 打 A 再加上这一段的弯距除以 ei 的面积。那因为它在基准轴的什么下方，所以记得面积是一个什么？面积是负的哦，哦，不要搞错哦，面积是负的哦。所以再加上 pH 除以 ei 乘上 l， 加 pH 除上 ei 乘上 l。
好，三角形面积要乘以什么？1/2，好，三角形面积。记得这是一个什么负号，这个不可以忘了。好，再来 YB 等于 YA 再加上 L C 打 A 再加上两端的面积对什么？对2号点，所以是对 B 点取一次距，所以面积我们知道在这边，面积在这边，2/2EI 分之负的 PHL， 然后呢乘上它的行星上行星到这边的距离是多少？3/L。好，那看起来能不能解？一定可以啊，为什么？因为 YA 我们知道是0嘛，这边 YA 等于0，然后呢 YB 也是0，所以 YB 都是0。所以你看0等于0再加上 L 乘上 C 打 A 再加上这个东西，所以我们知道 C 打 A 就可以算出来了。C 打 A 心算一下就知道了，是6EI 分之 PHL。好，把这个 C 打 A 带进去，不就得了 C 打 B 嘛 ？C 打 B 就求出来了。我把这 C 打 A 带进去这条式子，所以6分之 PHL 减掉2分之 PHL， 所以是负的3分之 PHL， 所以我们的 C 打 B 是负的3EI 分之 PHL。我看一下答案。好，没有问题啊。好，请问顺时针逆时针，我们知道知道弯矩面积法仅能适用于什么？仅可以适用于第一象限啊。第一象限，再说一次，弯矩面积法只能用在第一象限。那第一象限角度是负的，转角是负的，请问顺时针逆时针？第一象限是负的，是顺时针哦，不要搞错了。如果不知道为什么是顺时针，要看一下你差力学的书哦，这边就不再讲。好，那现在我们来看 C 点的水平位移。那我们在这边做一个，我看你们看不出来，所以我把 C 点从垂直的怎样搬成正的，好，搬成正的，所以 C 点在这边啊。好，所以我稍微把它搬过来，这是我们的 B 点嘛，把整个怎样转90度会变成这个样子，然后这是我们的 B 点，这是我们的什么 C 点，这不就是一个往下？那我刚刚已经求出它的弯矩图是多少 ？pH 除以 EI， 好 ，pH 除以 EI， 所以是这样子。这是我们的 H 长度，然后这是我们的 pH 除以 EI。好，所以转过来之后，对这个来讲，这也是一个什么？在基准轴下方，所以这里也是一个什么负的面积啊，负的面积。好，那现在我们有了 C 打 B， 我们有了 C 打 B 是什么 ？C 打 B 已知 ，YB 其实也是已知的，然后我们要求 YC， 那就直接什么？就带这个式子就好了，就省得带这个 sigma 2，像这边也要带一个 sigma， 不用了，直接带第二条式子。好，那我直接带了哦，很快哈。YC 就等于 YB 再加上 LC 打 B， 但是这里的 L 是多少？是 H 哦，是 H 哦。好，再加上 HC 打 B， 然后再加上这一块面积对 C 点嘛，对2号点嘛，所以 BC 的话就是对 C 点嘛。那先看这块面积是多少？面积是 pH 平方除上2嘛，三角形，然后作用在上行行星 pH 平方除上2EI， 然后呢，它的力臂是多少？力臂是2/3H， 记得这个面积是什么？负的面积哦。所以呢，再加上 pH 平方除以2EI， 负的面积乘上对2号点取一次距，它的力臂是3/2H。当然了，我讲的比较快，不能说是力臂啦，就是它的一个长度就是2/3，好，2/2H。那你说这样要怎么解？我们是不是有 C 打 B 在这边？所以 C 打 B 已知了。那你说 YB 不知道，
没有，我们 YB 是知道的哦。为什么知道？这边就是一个小小的重点哦。看这个整体的图，往右边的总力是 P， 所以往这边左边一定要是 P， 也就是说 A 点一定要有一个 P 力向左，才会跟这个点平衡。那我问你哦，我们虽然这是普考，但是我相信你会有一个 sense， 就是你会知道 AB 杆件受到的轴力是多少。AB 杆件的轴力 N 就是 P， 是怎样受拉的？受拉的，代表说 AB 杆件如果要算伸长量的话是多少 ？A 点固定嘛，然后整段受拉 P， 所以 B 点会向右边，所以 B 点会有一个初始的向右边的伸长量，那是多少？等于力量乘上 L 去除以 A1嘛 ，A 就是面积，1就是弹性模数。好，所以这是 B 点的初始的向右啊，也就代表说这边是怎样？它已经有一个初始的向下的脑度了，这就是我们的 YB。HC 打 B 是多少？3EI 分之负的 PH 平方 L。负的 h 平方，负的 pH 平方 L， 再减掉6EI 分之负的，好，我先消掉，22先消，所以是负的3EI 分之 pH 3次方。好，我看一下答案哈。好，那同学可能会有疑惑哈，就说为什么会有这个东西？有一些补习班是没有这一块的解答的，那是因为它题目没有告诉我们 AB 杆件的面积是多少，只是我认为面积我们就会当做它是 A 了，我们的面积都是以 A 来表示嘛，所以如果你在考场上遇到这种题目，你明明知道 B 点其实已经有一个向右受拉，它会往右跑 ，B 点的初始会往右跑，也就是说转过来之后 B 点其实会先向下，它因为受拉会怎样？会先向下。你明知道这件事情，那你可以在考卷上面写说，假设 AB 杆件的面积是 A， 那你就可以，然后再假设弹性模数是1，那你就可以写出这个东西了。那想看一下哦。那这边再补充一下，我这边 PL 除以 A1，其实这样写不好，怎样？我们要加一个负号，因为对于这个图来讲 ，B 点是向下嘛，向下在第一象限里面是负，那为什么是第一象限？因为我们弯曲面积法是用在第一象限，所以我们加一个负号来表示，跟后面才会衔接哈，所以代表是负的，这边也是，这边是怎样？HC 打 B，H 乘上 C 打 B 啊，所以是负的3EI 分之 pH 了，负的3EI 分之 pH 平方 L， 然后这所以你看3个负的，所以代表它一定是向下，所以 C 点毋庸置疑是一个什么？是一个向下的挠度哈。那我想在考卷上面，因为它题目真的没有给 A 跟 E， 所以这个就可以是正确解答。只是如果你要严谨一点，你可以多写一个这个东西。好，那这个就是我们的第4题，会跟各位讲这个 PL 除以 A1哦，只是想要多提醒大家说，即使它没有给这些参数，但并不代表说我们这个题目里面它 B 点不会受到一个受拉，它还是会受拉，这个是一定存在的。好，那如果没有问题的话，我们今天就到这边。好，拜拜。